一名前职业冰球运动员被发现在公寓遇害，与他一同遭受袭击的还有一名不知名女性。然而调查刚刚开始，警方就遇到问题，没有人知道这名女性的身份，也不清楚两人确切的关系。起初警方以为这可能是由抢劫引发的命案，但随着调查的深入，一个可怕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。原来这一切仅仅因为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，而凶手的计划也远不止于此。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这起案件。大家好，我是大熊。今天分享的案例发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纽波特比奇，该市位于加州西南部毗邻尔湾市，人口大约8万5千人，是奥兰治县的一座城市，也是该县最为发达的城市之一。主人公达伦出生于1980年9月12日，他是加州本地人，在文图拉县一个传统的美国家庭长大。大约在10几岁时，达伦迷上了冰球运动，当时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成为一名职业冰球运动员。通过持续的刻苦训练和系统的学习，达伦终于实现了这个愿望。高中毕业后，他成为了一名小联盟冰球运动员。接下来的8年里，达伦先后效力于长滩冰犬队和亚特兰大冬鸟队，并在服役期间取得了不错的成绩。2005年，时年25岁的达伦因个人原因结束了运动员生涯。之后他从家乡文图拉县搬到纽波特比奇，开始从事金融领域的工作。此后的10几年里，达伦一直没有结婚，也没有固定的伴侣，大部分时间都是独自一个人。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达伦不愿结交朋友，他只是喜欢自由自在，不被约束，有时为了排解寂寞，也会和异性在租住的公寓内约会。然而命运的转折发生在某天晚上，一次普通的艳遇彻底改变了达伦的生活。当他和异性在公寓亲热时，一名恶毒的歹徒结束了他们的生命。2019年4月21日，这一天是周末，也是基督教节日复活节。大约晚上9点左右，当地警局接到了一名叫迪恩的男子来电。迪恩报告称，他的室友达伦和一名女子在公寓发生意外状况，两人双双倒在了血泊中。接到报警后，警方迅速抵达事发公寓，他们在2楼卧室里发现了一个可怕的犯罪现场。达伦和一名女子赤身裸体地躺在床上，床单上遍布血迹，两人都已经没有生命体征。经检查，达伦和他的女伴均遭遇了致命枪击，其中女性受害者的伤口位于头部左侧，从遇害前的姿势来看，他应该是第一个中枪的人。而达伦则倒在了床头右侧位置，他的一条腿已经落地，看上去像是在准备逃跑时遭遇了歹徒的枪击。警方没有在现场找到作案凶器，也没有发现行凶者留下的生物证据，唯一可能破案的线索是一枚卡在床板上的.38口径手枪子弹。由于没有发现弹壳，警方判断凶器可能是一把左轮手枪，或者行凶者事后清理了犯罪现场。但不论如何，他们都需要在调查之前先确定女性受害者的身份。警方检查了该名女子随身携带的物品，但没有发现可识别身份的证件，只找到了一部手机以及一把汽车钥匙。由于解锁手机和寻找汽车需要一定的时间，于是警方询问了达伦的室友，也就是报警人迪恩。一方面他们想弄清楚这名女子的身份，另一方面其实也对迪恩非常怀疑，因为毕竟他可以随意进入公寓，并且也是第一个到达现场的人。然而迪恩却表示他不认识这名女子，也不清楚两人什么时间进入的公寓。迪恩告诉警方，从上周周五开始，他就没有住在公寓，那段时间他一直住在女友的家里。大约周六上午11点左右，他曾回到过公寓换衣服，那时他看到达伦的卧室门外放着一双女士凉鞋。当时他认为达伦肯定是在和异性约会，所以就没有打扰。在换好衣服后，他就返回了女友的住所。第二天晚上9点左右，他从女友家回到了租住的公寓。当他来到达伦的房间时，发现那双女士凉鞋还在原来的位置，一直没有移动过，这让他感到有些奇怪。于是他推开了达伦的房门，结果就看到达伦和一名女子倒在了血泊中。当时他感到非常害怕，所以没敢上前查看两人的状况，接着立即向警局报告了这一情况。
迪恩的说法很快得到证实，因此警方排除了他的作案嫌疑。接下来，警方联系了达伦的亲戚朋友，试图确定这名女性受害者的身份。然而，这些人都表示最近没有听说过达伦交了女朋友，也都表示不认识这名女性受害者。由于没有人知道这名女子是谁，警方不得不采取最笨的办法，使用女子的汽车钥匙到附近的停车场挨个测试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，警方终于找到了这名女子的汽车。车内的驾照信息显示，女子名叫温迪，年龄48岁。确定了受害者的身份后，警方第一时间联系了温迪的父母。然而在震惊之余，温迪的父母对本案一无所知，他们不认识与温迪一同遇害的达伦，也不清楚两人的关系。不过温迪的父母向警方提供了一个线索，温迪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，与前夫存在抚养权纠纷。警方跟进了这条线索，但没有任何收获。温迪的前夫住在科罗拉多州，在案发期间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，因此警方也排除了温迪前夫的作案嫌疑。接下来，警方把调查重点放在了温迪和达伦的关系上。通过追踪两人最后的活动轨迹，警方得知温迪在周五晚上曾与一位朋友去过酒吧。这位朋友告诉警方，那晚温迪在酒吧认识了一名陌生男子，这名男子他并不认识，现在才知道那是遇害的达伦。那天晚上，温迪和达伦聊得很开心，没有与任何人发生矛盾。大约凌晨1点左右，两人决定进一步深入交流，于是结伴离开酒吧去了外面约会。从那时起，温迪就与外界失去了联系。温迪朋友的说法解开了警方的疑惑，原来他们只是毫无交集的陌生人，只因为一夜情才产生了联系。尽管警方确定了两人的关系，但案件的调查仍未取得任何进展。由于没有嫌疑人，警方只能通过其他方法寻找线索。这时他们想起了在案发现场找到的那枚.38口径的手枪子弹。警方认为本案的凶手作案手法非常专业，大概率有犯罪前科，于是联系了奥兰治县各地警局，尝试寻找最近发生的类似枪击事件。大约过了2天后，警方得到了尔湾警察局传来的消息。4月21日凌晨，也就是温迪和达伦遇害的几个小时后，尔湾市也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。一名持枪男子在准备从阳台潜入一位住户家时，被家中的女主人发现。女主人迅速反应，立即锁上阳台的推拉门，并开始大喊大叫。男子眼看计划失败，情绪变得异常愤怒，他朝着房子开了几枪，然后迅速逃离了现场。据这位女主人描述，男子是个身高1.7米左右、身材中等的非裔美国人，持有一把左轮手枪，身穿黑色衣服。事后，尔湾警方在案发现场找到了一枚卡在墙体里的手枪子弹，而这枚子弹恰好与本案中凶手使用的子弹口径相符。掌握了这一线索后，警方将2起枪击案中的子弹进行了比对，结果表明2枚子弹的弹道痕迹完全一致，证明了这2起枪击事件是同一人所为。接下来，两地警方展开了联合调查工作。经过分析研判，警方认为这名男子可能还会继续作案，于是他们在上次枪击发生地点部署了大量警力，准备等这名男子再次作案时将其抓获。事实证明，警方的判断是对的。仅仅过了2天后，一名符合嫌疑人特征的男子驾车出现在了上次枪击事件的事发地点。然而，这名男子可能察觉到了异常，他没有过多停留，不一会儿便驾车离开了。警方一边跟随男子驾驶的汽车，一边联系后援部门查询车牌信息。很快，他们就确定了车主是一名叫巴格斯的男子。背景资料显示，巴格斯有过袭警、打架斗殴等一系列暴力犯罪前科，这让警方更加确定巴格斯就是要找的那名凶手。随后，警方打开喊话器，示意巴格斯停车接受检查。然而，汽车刚刚停稳，巴格斯就拿着一个手提包，快速跑到了一条小路上。由于巴格斯有过袭警的犯罪前科，警方担心他会使用武器进行反击，所以没敢贸然实施抓捕。最后僵持了大约10几分钟后，警方才在特警的协助下将巴格斯抓获。事后，警方在巴格斯被捕的地方找到了一把.38口径的左轮手枪，又在他的汽车上发现了一个写有达伦住址的笔记本。这些发现基本坐实了巴格斯就是凶手。不过，想要给他定罪，警方还需要直接证据以及了解犯罪动机。
由于巴格斯不愿配合，警方只能继续调查。在把手枪送去检测的同时，警方搜查了巴格斯的住所。他们在巴格斯的电脑上找到了一个存放达伦个人信息的文件，里面包含电话号码、居住地址、工作单位等非常详细的信息。浏览记录显示，巴格斯在案发前通过合法渠道购买了这些个人资料。与此同时，警方接到了一位居民的举报电话。这位居民表示，他在看到巴格斯被捕的消息后，想起了前段时间经常在他公寓附近出现的陌生男子。他仔细对比了当时监控拍下的画面，认为那名男子就是被捕的巴格斯。警方跟进了这个线索，发现举报人所住的公寓是达伦曾经居住过的地方。这些迹象表明，巴格斯一直在寻找达伦，而作案动机很可能是出于报复。为了了解两人之间的恩怨，警方再次找到了达伦的室友迪恩。迪恩告诉警方，他不认识巴格斯，之前也从未听达伦提起过。不过在案发前不久，达伦曾接到过好几次陌生男子的威胁电话，大致的内容是，那名男子认为达伦和他的女友关系过于亲密，要求达伦远离他的女朋友。迪恩不确定打电话的男人是否是巴格斯，但认为那名男子可能是唯一一个对达伦怀有仇恨的人。听完迪恩的描述后，警方心中已经有了答案，他们认为巴格斯因为嫉妒犯下了这起案件。后续的调查结果证明了警方的判断，巴格斯被捕时携带的左轮手枪确定是作案凶器，而手机通讯记录表明打威胁电话的人也是巴格斯。至此，本案已经水落石出。根据已掌握的线索以及巴格斯女友的描述，警方重建了事发的整个经过。案发几个月前，达伦在健身房认识了巴格斯的女友萨曼莎。由于两人经常在一起锻炼身体，这让萨曼莎的男友巴格斯产生了不满情绪。因为巴格斯是一位健身教练，他正是因为喜欢健身才成为了萨曼莎的男朋友。巴格斯担心萨曼莎会移情别恋，于是就给达伦打了威胁电话，要求达伦远离他的女朋友。在受到巴格斯的威胁后，达伦担心可能会惹上麻烦，于是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萨曼莎，并表示以后不会再联系。萨曼莎得知后，认为男友巴格斯表现得过于霸道，不久便向巴格斯提出了分手。尽管巴格斯极力挽留，但萨曼莎还是离开了他。萨曼莎的做法彻底激怒了巴格斯，他认为这一切都是达伦搞的鬼，于是就产生了报复的想法。在准备作案之前，巴格斯搜集了达伦的个人信息和居住地址，然而这些信息部分已经过时，导致前几次作案未能成功。后来巴格斯改变了策略，开始跟踪达伦，通过这种方式，他最终确定了达伦的最新住址。案发当晚凌晨2点左右，巴格斯带着作案工具悄悄潜入了达伦的公寓。当时达伦正和温迪在卧室里亲热，所以没有察觉有人闯入房间。温迪和巴格斯的前女友都有一头金色头发，巴格斯可能误以为温迪是他的前女友萨曼莎，于是首先开枪打死了温迪，随后又射杀了正准备起身逃跑的达伦。作案结束后，巴格斯驾车来到尔湾，又犯下了另一起枪击事件。第二起枪击事件的受害家庭与巴格斯并不认识，也没有任何恩怨，原因仅仅是他们租住的公寓曾经是萨曼莎现任男友居住过的地方。巴格斯的计划不仅是杀死达伦，还要除掉萨曼莎的现任男友。他以为萨曼莎的现任男友还住在那个公寓，所以才在第一次报复计划失败的2天后，再次前往该公寓，准备第二次作案。2022年5月3日，案发3年后，本案进入了审判阶段。由于事实清楚，证据充分，本案的审判并未花费太长时间，仅仅3个小时后，陪审团就做出了有罪的裁决。巴克斯因2项谋杀罪以及其他罪行被判处终身监禁，不得假释。好了，本期案件分享到这里也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，请帮我点赞加关注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我是大熊，下期见。